大家好，我是阿亮。本期视频给大家带来的是 SHF 欧布三重欧布头里脊。整个盒子包装是靛青色和黑色的拼接，看起来给人一种很年轻的感觉，也符合借3个新生代奥特曼力量定位。盒子背面呢是一些关图展示了武器以及可搭载哥莫拉装甲的玩法。从袋里的贴纸呢可以看出这次的代工厂是百辉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打开包装。这次依然是将说明书印在了盒子侧页，能看到一些介绍说明。把内容物拿出来，就能看见满满当当的一排配件啊。首先从右侧开始，一共6对替换手型。手型方面给的还是蛮多的，一个红色胸灯，一个3重锯齿，以及它的一个延长刃。然后欧布三重的本体以及2个空白的小臂是用于替换哥莫拉装甲时使用的。然后就是一个普通状态下的肩甲替换件了。总的来看，这次配件量塞的倒是蛮多的。单看这款造型还原度，我个人觉得是蛮不错的，不知道大家怎么看的。不过我个人对于这个形态不是很感冒，是感觉是欧布穿了一个铠甲的感觉。我们拿出欧布的本体来大致看一下。这次网上诟病的问题就是涂装，我这一只手头买的是2手的，成色也是别人刷过了一些，因此大的来看的话，其实都还好，主要是有的地方有涂装出界的地方，尤其是在一些刻线的位置，涂装异色出界的情况都比较多，像这些腿部这些尖刺的花纹位置。但好在我这只没有缺肉的身上，我看有的玩家欧布三重的本体上都有缺肉的形象，头雕的位置也都蛮好的，没有什么中奖。其实只要头部中奖，其余地方都能用外接受吧。细节方面，肩部的武器是采用了多种颜色的涂装来进行还原，胸口处的圆环胸灯也有保留了欧布的特色，全身上下的这些水晶细节都是用到了透明件，可惜漆面拉了个大框，黑色是塑料成型色，表面喷一层消光。好多玩家手头的消光喷的不是很均匀，一边亮一边暗淡，我手头这个就是裤衩子没喷好，就看起来脏脏的。接着我们来看眼配件，首先是欧布的武器3重光轮。这个光轮涂装细节都做得很好，而且把3个奥特曼代表的字母也都表现出来了，分别是银河维克特利 X 欧布。然后武器正反面涂装都是一致的，都给到了。设定上是从欧布肩膀上取下来的，因此它的造型是和肩膀上保持了一致。此外，通过附属的延长刃可以还原出释放必杀时刀刃延长的这么一个状态。因为沿用的是 X 的素体，因此可以兼容 X 的很多玩法，所以给了2个额外的替换空白小臂，是用于还原搭载哥莫拉装甲时的状态。这就是官图的设定。如果你想要还原出这个玩法的话，就请购买万代捆绑的新生代之星哥莫拉装甲。如果本期视频投币过100，我就买回来给大家尝尝鲜，给大家还原一下这个玩法。还有一个配件就是替换的红色胸灯了，这次红色胸灯颜色倒是比较正啊。这次替换胸灯的方式和 X 有点相像，就是要把前面这个盖板取下来，然后通过内部的孔位把它顶出来，然后再把这个红色胸灯给嵌套进去，这样就完成了胸灯的替换。然后你再把这个盖板安装回去，就完成了。然后给了一个左侧的肩甲，这个肩甲是还原出欧布取下肩膀武器，然后两边对称的一个肩甲的造型。替换方式呢跟 X 也是一样啊，就是这种 C 型卡扣的结构，直接一怼进去就完成了。最后我们来看看可动，首先头部上抬下探，左右侧摆幅度都比较大，然后这次还是直装的一个连接方式，肩部平举没问题，然后给了一段大臂的平转关节啊，这点真是好评，可以大臂进行旋转，这样可动幅度大幅度提升。然后小臂的曲肘，胸腰部分可动依旧是那么捉急啊，前倾后仰左右旋转的幅度都比较鸡肋啊。拔下来看一下，它的腰部这里还是有一段线位的关节存在的，因此你前倾的幅度就很小，这一点就很恶心啊。如果大家需要的话，可以把那个线位给削了。还有就是大家在胸部下弯的时候要注意，不要被蹭漆了。接下来看腿部，首先腿部前踢、后踢，后踢的幅度比较小，侧踢大概超过45度的样子多一点。然后小腿弯曲，脚尖的接地，这些都是常规水平，没什么过多讲的。然后这一次欧布三重的这个把玩手感，我觉得是蛮舒适的，整个关节调教的比较好。最后简单总结一下，作为欧布的最终形态来说，这次这款 SHF 的欧布三重对我来说是非常满意的。作为一个欧布厨啊，终于心心念念等了这么久，出了一个新的形态，真的是蛮感慨的。从当时放出宣传 PV 的那一刻，真的觉得恍如隔世啊！原来欧布已经离我们过去这么久了。也希望万代什么时候能把爆炎和疾风以及其他形态给商品化的话，对于一个 OP 来讲，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。好了，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。如果喜欢的话，麻烦一键3连加关注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，记得留下3连哦。
セブン